大概14、15岁的时候，朗朗他还来到我们家，就给我上了一节课，然后我就想，哇，这个简直不是普通人。像你成长在音乐世家，已经是第3代音乐人了。我是从4岁学的钢琴，5岁学的小提琴，4、5岁的时候我就跟着我爸妈一起去排练，我就总是在那个音乐厅里乱跑，每天这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像刷牙呀，像吃饭一样的。大概14、15岁的时候，我很有幸接触过朗朗，他还来到我们家，就给我上了一节课，然后我就想，哇，这个简直不是普通人，我以前弹的根本啥都不算。你觉得他具体是什么方面启发了你？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就示范一段，他都是非常投入。同样的这琴就会出来很多很多不同颜色，很多不同个性，就是那么短的一个交流，我就对音乐就完全这个认知就变了。那你有没有觉得成长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一种冥冥之中好像命运选择了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影响。我爸从小就跟我说的，爷爷以前就喜欢在钢琴上即兴，他又会弹爵士，他又会说好多语言。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即兴的时候啊，我爸就说啊，你看这就是隔代遗传，好多像这样一种小小的东西，可能也慢慢的就进入我的心里了。你爷爷的那个书其实我还看过，我从一个二手书店去淘来的，就它里边写了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挺超时代的。我觉得在你身上这一切都是很活灵活现的，好像传承了下来。弹奏不要把音符当做一个机械的弹奏，死的音符，音乐它应该是有生命的。我们去对待小朋友其实是应该因材施教。关于我爷爷，他的老师就是 Mario Paci 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他带了好多学生。Paci 不光是教我爷爷钢琴，他也总是让我爷爷去看他指挥，然后跟这个团员们去交流。所以我爷爷可能10几岁的时候，他就会跟外国人一起合作一起交流。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幸运，遇见了很多恩师、偶像、大师们。其实一个演奏者他不应该只是技术之上的，而是其实也应该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那肯定。我跟我学生讲，他现在13岁，那等他23岁的时候，33岁、43岁、103岁的时候，他通过他音乐以外的经历重新认知一首曲目。所以对于一些在学习音乐这条界限上在徘徊的这些人，你想跟这些家长说些什么呢？我就喜欢问这个孩子，如果我告诉你现在不用练琴了，你会开心还是你会伤心？有的时候这孩子第一个反应先看看爸妈说对，有的孩子就会感觉到一个犹豫，也不知道他开心还是不开心。那如果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我总是这么样鼓励你试一下，比如说2天3天，你不碰琴，你也不听音乐，你看你过了3天，你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就是不好？你建议孩子比如说每天练多长时间？刚开始学我觉得1到2个小时最多了。就是小朋友作业真的很多，所以有很多人他放弃了，倒不是因为不喜欢，有的时候是家长放弃了。假如说你1周你跟那老师上1节课，你大部分时间就是练琴，哪个3、4岁的孩子自愿喜欢就坐那儿练琴？如果家长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陪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吧？还能看见你孩子变得非常有自信。他们会逼你练琴吗？有的时候还真会，也没有感觉到就是强烈的逼。就我爸会过来就说，你今天练琴了吗？所以你会让女儿也去学音乐吗？肯定，因为有一天她说我不想学呢，对吧？如果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因，那肯定的，我就让一步。我觉得她未必需要走这个行，但是我觉得她受的这个教育是非常好的。